小米苏7成都事故，驾驶员当场去世，是人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还在调查中。但是看到不少网友觉得是隐藏式门把手的锅，具体情况咱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雷总的口碑急转直下。有人说雷总是被友商黑惨了，也有人说我同学啥都会，但啥都做不好。还有人说手机可以品控，差可以，小毛病不断，但是汽车不行。最大问题在这里。从去年小米思7大卖到今年的小米频频被争议，为什么前后差距这么大？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首先我们来看事情发生后身处漩涡的雷总做了什么。车祸发生在10月13号的凌晨，当天一整天并没有雷总的信息。第二天，也就是10月14号，雷总更新了自己的微博，晒的是自己驾驶 YU7在新疆进行高原测试。事发一天，他是真不知道吗？不是，即使平台掉粉，将近30万股价下跌 8%， 他也依旧没有回应。为什么呢？我觉得他还有后招，而且虽说网上的差评铺天盖地，但又何尝不是他真正混出头的证明？大家想想，为什么以前小米安安心心卖手机做生态链的时候没这么大动静？说白了，那时候他还没真正动到行业巨头的核心奶酪。可现在不一样了，他进入到别人的主场抢饭吃，那别人能忍吗？所以这些骂声和争议本质上就是小米这个新玩家拿到的带血的巨头入场券。在商业这个世界里，没人骂你可能才最可怕，那说明你压根还没摸到牌桌边。现在这阵仗正好说明小米已经从一个追赶者变成了一个谁都不敢忽视的重量级玩家。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张沉甸甸的入场券背后小米到底闯进了怎样一个战场。咱们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现在的小米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在手机圈里折腾的愣头青了。他现在干的这事儿相当于一个人单枪匹马同时闯进了3个不同的武林大会，而且每个场子里都是顶尖高手，这压力能不大吗？口水能不多吗？首先是他的老本行手机战场，这儿已经不是什么蓝海了，完全是一片血海高端市场。苹果和华为像两座大山人家，有自研芯片，有品牌信仰，粉丝认的是那个标小米，想冲上去就得硬碰硬。而中低端市场呢，荣耀、OPPO、vivo 这些老对手也不是吃素的，渠道深，会营销，打的是不可开交。说白了，手机市场现在就是抢存量，你多卖一台，别人就可能少卖一台，这种贴身肉搏，想想都觉得惨烈。但手机再惨烈，跟它的新战场汽车比起来，可能都算温和的。小米造车那真是直接跳进了终极修罗场，它一来就瞄着20万以上的市场正面，硬刚特斯拉、比亚迪。最狠的是，它一上来毛利率就干到 26%， 同行平均才 11%啊！朋友们，这等于直接掀了桌子，在别人最赚钱的命根子上砍了一刀。而且汽车这东西跟手机完全两码事，它关乎生命安全，用户是零容忍，任何一个小毛病都可能被放大成一场致命的信任危机。小米汽车交付量起来得是快，但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无数双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紧紧盯着的眼睛，压力山大。这还没完，它第3个战场是咱们家里的客厅、厨房和阳台智能家居 AIoT， 这回它挑战的是美的、格力、海尔这些传统家电巨头。你别看空调、冰箱好像很传统，这可是这些巨头的现金奶牛，是人家安身立命的根本。结果小米空调半年卖了540多万台，直接冲到行业第4冰箱，洗衣机增速也吓人。它靠的不是别的，就是生态联动。这个降维打击，你买个小爱同学就能控制全家小米设备，这种便利性是传统品牌一时半会儿跟不上的。这不，格力和小米的高管都在微博上吵过好几架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小米是去人家饭碗里抢肉吃了，所以你看明白了吗？小米现在是一个人打3份工，在3条战线上同时开火，他动的蛋糕太大了，得罪的人太多了。以前的他可能只是个麻烦的挑战者，但现在在手机、汽车、家电这3个万亿级别的市场里，他都成了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重量级玩家。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现在的舆论风暴这么猛烈了。你不是能打吗？那好，3个场子的高手联合起来对付你，这骂声就是他实力增长的副作用，是他真正踏入巨头牌桌必须付出的代价。除了小米家大业大，还有一个致使他们风评降低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消费者不吃他的打法了。我个人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小米卖的东西性质彻底变了，这不仅仅是价格从几千块变成了几十万，而是它和咱们普通人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总结了一个概念，叫用户容错率。什么叫用户容错率呢？说白了，就是咱们买一个东西能容忍它出错的底线有多高。你想啊，以前小米卖什么？主要是手机、手环、充电宝，一个手机几千块，用个1-2年卡了慢了，大不了换一个；一个手环几百块，不好用了扔抽屉里吃灰，损失也不大。这些都属于数码玩具或者科技潮品。在这个低容错率的区间里，
小米那套打法，发布会上参数对标，搞点营销噱头，甚至宣传上稍微夸张一点，大家是相对宽容的。毕竟试错成本低，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不好用，生火气就算了，不会伤筋动骨。所以小米靠性价比和强大的营销，在这个领域混得风生水起。但是当小米开始卖汽车、卖空调、冰箱、洗衣机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一脚就踏进了一个零容错的高压区。汽车是什么？是普通人一辈子除了房子之外最贵的消费之一，是几十万的真金白银。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到你和你家人的生命安全。这已经不是体验不好的问题了，而是不能出错的问题。智能大家电也一样，空调、冰箱要用10年8年，它们不是快消品，是家庭的核心资产，同样牵扯到用电安全、家庭财产的安全。这时候用户的心态就变了，以前买手机是尝鲜，允许有瑕疵，现在买汽车、买大家电是托付，要求是零容忍，任何一点和你宣传不符的地方，任何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在用户眼里都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你玩的不再是体验感，而是大家的身家性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小米过去那套聪明的营销话术，现在会引发这么剧烈的反噬。比如在手机上，你把某个拍照功能说的天花乱坠，实际效果打点折扣，用户可能吐槽2句就完了。但在汽车上，如果你把 L2级的辅助驾驶包装成全场景支架，但在说明书里用一行小字注明各种限制，一旦发生严重事故之前，所有华丽的宣传在用户和公众看来就不再是噱头，而是可能带有欺骗性质的致命诱惑。大家会觉得你这是在拿我们的生命安全开玩笑。所以真的不是世界对小米变苛刻了，而是小米自己推开了一扇更沉重的大门，走进了一个规则完全不同的赛场。在这个新赛场里，你的对手是那些用几十年、上百年时间打磨、安全可靠和耐用的传统巨头用户。在这里是用看待西门子、丰田博士的标准来要求你。说白了，小米今天的舆论危机是它业务升级成功的副产品，它标志着一套曾经无敌的玩法，在进入一个更严肃、更残酷的领域时，出现了水土不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骂声太多，而在于小米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卖的东西已经变了，他所承担的责任也必须是天壤之别。他需要一场从骨子里开始的成人礼，告别那个玩数码玩具的少年，真正成长为一个能托付身家性命的成年人。不过这样的情况也不全是坏处，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有可能。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一次简单的公关危机，而是小米必须经历的一场成人礼。它的挑战已经不是什么手机销量或者汽车产能的具体问题，而是整个公司的内核需要一次彻底的升级，从一个靠抓住风口快速奔跑的追风少年，变成一个能扛起巨大信任的国民企业。首先，小米得和过去的某些成功习惯说再见了。最典型的就是那种抖机灵的营销心态。同样需要改变的是对风口论的过度依赖。雷总那句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非常经典，它代表了互联网时代抓住机会的能力。但当你的体量做到万亿级别，进入造车、做家电这些需要长年累月技术积累的行业时光，做一头会找风口的猪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能总是等着风来，你得有能力自己造风。这需要的是马拉松选手一样的耐心和坚持，而不是短跑冲刺的投机心态。那么告别了这些，小米需要建立起什么呢？我认为最核心的是一种敬畏心，对供应链、对产品质量、对用户安全、对长期技术研发的绝对敬畏。其实小米自己也在变。比如，他们这2年一直在加大研发投入，也开始自研芯片，这说明他们意识到要在技术深水区里扎根了。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做大了，你的责任就大了，你需要建立起和你的规模相匹配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信任。这意味着不能只盯着财务报表上的数字，还要在产品质量、用户隐私、对环境的责任、对供应链上工人的保障等等这些一时半会儿看不出直接效益的地方下硬功夫。这其实是一家伟大企业的基本功，所以眼下的这些骂声和争议虽然难听，但恰恰是逼着小米完成这场蜕变的最好催化剂。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小米在新赛场上的不适应。它逼着小米撕掉追风少年的标签，去认真思考怎么才能成为一个让用户敢把身家性命托付过来的值得信赖的成年人。这场成人礼很痛，但对小米的长远未来来说，可能是最宝贵的一刻。最后，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小米今天遇到的麻烦并不是它一家独有的，几乎所有想快速做大、到处扩张的企业都会碰上这种成长的烦恼。盘子越大，你得罪的人就越多，管理跟不上，人才不够用，品牌被质疑的风险就越大。小米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企业的竞争到最后其实是综合实力的竞争，更是价值观和可持续能力的竞争。流量能让你红得很快，但也能让你摔得更惨。最终能笑到最后的，往往不是那个起飞最快的，
而是那个能重新定义规则，能经受住时间考验，能在风雨中不仅自己能站稳，还能为用户撑起一把伞的造风之人。